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呀，有很多的网友非常的关心我们，问了我们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决定出一期视频给大家一一解答。来，我接下来要代替我们广大的网友抽了几个问题啊。首先我要问耀阳的是，很多网友都问说跳雪之后生病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为什么不是跳水，而是跳雪？首先感谢大家的一个关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关心啊。首先我做这个事儿呢，是因为什么呢？我来俄罗斯之后，我就问他，你们这儿有什么好玩的没有啊？然后他们就说，就介绍了几样东西啊。然后呢，我真的是看到他们有人排着队跳水，我觉得这是干什么的？人说叫洗礼哦。完了说我们这儿的年轻人啊，为了彰显自己的这个男性魅力啊，他们战斗民族，对，周末的时候，他们年轻人一定是年轻人，他们周末会做一个挑战，什么呢？就是桑拿跳雪。这跟那个芬兰的那个桑拿浴还不一样啊。对，因为桑拿浴最后是跳到冰水里，这个是跳雪里。我觉得跳雪能有什么样呢？是吧？但是没想到的是，雪比冰水冷，这个你知道吗？这个我刚开始是不知道的，因为在我的印象中，我觉得水里啊，然后再有那种冰渣儿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冷了。但是耀阳当时跟我说雪其实比水要冷得多。刚开始我还觉得可能吗？不应该呀。结果我亲自试了以后，我真的折服了。万箭穿心，因为它2次升华才能变成水蒸气。对。所以因为这个水呢，它怎么着它也到不了0度啊，到0度冻上了。对。而雪零下80度它还是雪，所以它比较冷。特别冷。那至于得没得病呢？是吧？他的身体真的是非常的强壮，我也十分的钦佩，一点没事儿。其实我也没感。别看我们小是吧？对，别看他的勇气真的是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了。谢谢。其实做这项运动呢，就是这个挑战啊是有风险的，大家千万别模仿啊，千万别模仿。对，做这个事儿呢，也是因为当时有俄罗斯人跟我说，你们亚洲人啊不行，身体做不了这个，会出问题的。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讲，没有什么是我们想做而做不到。这次是没得病，但是呢受了一点小伤，因为这个冰啊，其实它是一个湖，大家看到了吧？冰湖，对，它是一个湖，对，湖冻上了，冻上底下是冰。完了呢，我跳这雪的一刹那呢，没想到这个雪啊，它是没错是雪，但是它经过冷冻之后，它就像钢针一样，真的是硬的那种感觉。我的后背啊，我的身上啊，当时没有感觉，麻了嘛。完了跳下去以后，再回到一蒸的时候，发现有多处流血了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挑战成功了啊！对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们挑战成功了。对，谢谢大家的一个关心。很多人问我们的汽车到哪儿了？我们的汽车到哪儿了？我也想知道它到哪儿了。对，其实这个问题啊，我比大家还关心。我每天老睡不着觉，老想这个事儿，因为我们出来的目的，此行的目的核心就是希望开着我们中国汽车来环游世界。对，其实这几天我们2个一直都在失眠，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脸比较肿啊，比较沧桑，因为这个问题现在确实是迫在眉睫。特别是这个每天啊，就是早上起来我一睁眼就收到了这个不好的消息，一睁眼就每天啊，连续10多天，我就总问啊，这个车到哪儿了？能不能托运？能不能过关？这个事儿啊，刚开始呢，我们本来的原计划是通过汽车托运到满洲里，满洲里过关后，我们找俄罗斯的托运公司给我们拖到贝加尔湖，我们从贝加尔湖接车进行我们的挑战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满洲里疫情了。我们其实拖车是在疫情之后，对，疫情之后，我们先到这边来的。首先呢是想着直接去接车，所以大家会说啊，我看到你们的视频进度没有那么快。那当然，我们也是有很多爆炸性的啊，还在手里啊，大家一定要这个持续的去关注，后续还有更好、更精彩的视频啊。对，但是现在的话，我们也是每天要分心去处理汽车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很多粉丝网友也跟我们一起操心，都在想啊，能帮的帮一下，看大家都有没有关系什么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是不太行。现在是等于是我们买这辆车的时候，我反复跟托运公司确认能不能出去，我才投了一笔钱。大家知道坦克300价格不便宜，对，20多万的，然后还要改装啊，对，再加上改装啊、装饰啊的一个各种报关啊、押金啊，花了大概几十万吧。对结果拖到那儿，现在告诉我，刚开始说你这个需要邀请函，邀请函我找了3天，终于找到了，给过去以后说不行。
光有邀请函不行。说为什么呢？说还得俄语公证。OK， 俄语又做了公证，公证完了以后告诉我找不到车，没有双牌汽车把我们这辆车从满洲里运到俄罗斯，也就是俄罗斯境内根本接不到这车，所以现在就卡住了，这一下就卡住了，因为面临着这个过节嘛，面临着过节，大量的这个货物积压在这个满洲里关口，因为满洲里之前疫情造成了大量的货物囤积，对，所以你要想把它运过去，可能几个月以后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可能最新最好的一个消息，2月10号左右可能会通关。通关了之后，可能会能够开，对，然后有可能会过来，对，再去想办法，对，只能是这样。这个他跟我说，如果开不过来，用火车给我运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，完了我再接车。但是这又出现一个问题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，我们知道在俄罗斯的西边，要靠近欧洲了，但是东西伯利亚在东边，这俩隔了1万多公里，而且还都是冬天的暴雪天气，开过去要3个礼拜，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的签证时间，对，所以就是可能后期会有一些变动，有一些改动，所以我们也抽空啊，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同步一下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要开中国汽车环游世界？租车不是很方便吗？开中国汽车这么费劲，我买花了20多万，对吧？押金花了50%的这个车价。再加上各种改装，真的是投入不小。对，但是我费了这么大心力去做这个事儿，就是希望，能够开着我们中国汽车，让更多的老外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化，看到我们中国的科技的发展，对我们中国有更新、更直观的认识，不再是之前的那个说我们只会造这个仿造车，中国科技只会造一些很便宜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中国也有很牛的产品。对，所以就是我们，因为耀阳本身他就非常非常的爱国，就是骨子里刻的啊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跟很多老外去交流，确实这几年大家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变化呀，包括这个认知啊，有很大很大的提升，很大很大的提高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啊，让大家看到更多的这个咱们现有的一些发达的一些科技啊。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。对，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样的？准备去哪儿？很多网友都特别的好奇。那天啊，我开了一个直播，然后呢，我大概说了一下，其实现在我们的行程比较飘忽不定。真的是比较飘忽不定，因为我们想要车，但是现在车出不来。现在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如果车在年后2月10号之后还拖不到俄罗斯的话，可能我们的计划就要发生改变了。首先，我们可能要离开俄罗斯，前往一个第三个国家。对，第三世界国家，因为我们的欧洲签证是从4月份生效。对，所以我们需要先到其他的国家进行一个这个拍摄，然后。我会把汽车可能会拖到欧洲，会直接拖到欧洲，拖到欧洲，通过欧洲的大陆，我们可能会直接前往非洲，变成中国汽车的非洲穿越。哇，非洲，你敢吗？我敢啊，为什么不敢啊？非洲，我觉得我对非洲也充满了一个神奇，我觉得非洲在我的脑海里就是很像外太空，蛮荒。真的很像外太空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真的，尤其是你之前去的原始部落，他们跟外界是隔绝的，就是他看不到我们，我们也看不到他们，所以我在我的思想中还是非常非常想去通过我的视频你能看到他们，他们确实看不到我们。对，但是我们去了之后，也能让他感受到外面的世界，外面的人，而且也能让他看到我们中国的汽车、中国的科技。对，当然这个现在啊。还没有确定下来，就是如果不行的话，年后我们可能会去，比如伊朗或者是阿富汗，你敢去吗？阿富汗，我本身是有点不太敢，但是呢，这个耀阳经常在给我做心理活动啊，说那边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危险。其实我出来，大家能看到我拍的视频啊，就会风险比较大。他呢，去年没有跟我出来，就我一个人。他其实蛮担心我的，特别是这次穿越，我一个人真的很难完成，风险很大，路线很长，
车一旦坏了就会出现问语题，言不通，语言不通，还有低温，低温，太多的问题，很多网友也在关心说不要去。对啊，这个我觉得看缘分吧，啊一切看缘分。如果我们的车到了之后呢，如果关口通了，10号通了，呱开到后备架了，那我就直接是吧？咱们就继续原计划。如果不行，我们就考虑到拖到俄罗斯还是拖到欧洲，然后我们的行程进行些许的改变，带大家去看看其他不一样的国家。一定要关注，持续关注耀阳。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一个啊，就是大家如果这个我从俄罗斯离开，你们最想看到的是哪个国家呢？希望大家能够把你最想看到的国家打在留言区，让我知道，我也知道未来的创作方向能让大家看到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个地区，让耀阳做你的眼睛，对，带你去看全世界，带你去看全世界。